我是阿狸。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有没有察觉到咱们这期视频的构图有一点点不一样呢？没错，本期视频采用了2.35:1这个更常出现在电影荧幕上的超宽画幅。也许大家直观感受就是沉浸感更强，因为人眼在生理层面上天生更适应这种宽视角。目前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手机屏幕正无限趋近于这个黄金比例，但当把目光转向 PC，16:9这个统治了市场多年的规格依然是绝对的主流。看看今年这场高端显示器的军备赛，4K 分辨率16:9比例，240刷新率，第4代 QD OLED 的面板。技术是在飞速进步，但选择却似乎变得越来越单一。所以当我们今天想要寻找一台在画质、价格、体验上都无可挑剔的带鱼屏时，会尴尬地发现我们的选择竟然如此之少。我今年问过很多厂商为啥不做高分辨率 OLED 的带鱼，听到的一致回答是成本。面板切割和芯片制造商业逻辑类似，都是最大化切割来省成本。以主流基板为例，16:9 27寸可以横切3块，纵切7块，一张基板能产21台。如果是34寸21:9带鱼，产量减到了14台不说，也会产生大量的废料。而手机归功于屏幕小，在基板上可以像扫雷一样灵活排版，早已普及了超宽屏。影音娱乐的付费大头又恰巧在手机，这就导致了以手机为主的电视剧是2.35:1，以主机为核心的日常游戏是16:9。无论买什么屏呢，总得面对黑边。所以我一直选择一台16:9，一台带鱼来应对不同的场景。当年初看到 LG 出了510x2160 OLED 的带鱼，毫不犹豫就下单了。到现在，说实话有点后悔。先点个假，我并非要黑 LG， 只是因为当时的我不听劝呀，以为自己可以适应820的曲率，结果非但没有适应，现在看正常屏幕感觉是凸出来的。950A 各方面都很优秀，只是因为这个曲率，劝大家买前三思。如果你是带鱼屏爱好者，短时间内 OLED 做 4K 高刷带鱼的成本下不去，所以今年我们选择很少，要么选 2K OLED 带鱼，要么选廉价面板的 4K 带鱼，既要又要，就只剩950A 一个选项。但16000的售价和820曲率不是普通玩家吃得消的。而我最近在搜面板时发现，三星出了一种不错的代餐带鱼。前几年流行的34寸3440x1440的带鱼屏，本质是加宽版的27寸 2K 屏。若想在带鱼屏上实现32寸 4K 屏的细腻度，需要做到40寸以内 510x2160 的分辨率。而最近三星推出的 G75F 刚好完美符合这个规格。40寸1000R 曲率 510x2160 分辨率180的刷新，只不过 G75F 没有使用自家的 QD OLED， 而是采用 HVA 面板。但之所以说 HVA 是代餐，它有不可忽略的2大缺点。第一是可视角度，第二个是屏幕亮度均匀性。如果你能接受这2个缺点，那其他方面是真心不错，色彩亮度也远超我的预期。在这个规格下，你既能享受 4K 的细腻度，又能享受超宽屏带来的沉浸感，价格比同分辨率的 OLED 带鱼便宜了近1万块。如果你只用于欧美 3A 剪辑、炒股、看剧等带鱼屏强项场景，那只能用绝来形容。尤其是魔兽世界这种需要打各种插件的大型 MMO， 高分带鱼屏就是版本答案。至于510x2160分辨率游戏对配置的需求，如果光看帧数可能还好，21:9 4K 游戏帧数比16:9的 4K 大概低个2到3成。关键在于显存，光追虚幻5大作需要16GB 起步，多的接近20GB。同设置比16:9多了2到3GB。虽然 G75F 性价比高，但架不住老黄的黄金显存。即使你接受 DLSS 不开光追，目前我也只推荐给16GB 显存以上的用户。
如果明年大显存的 Super 系列能够上市的话，那确实是 2K 带鱼升级 4K 带鱼的最佳时机。这一次测的 G75F 确实是三星考虑到成本、售价等综合因素做出的决策，更加适合预算没有那么夸张或者不喜欢 OLED 的玩家。但你要说这几年三星显示器整体策略保守吧，也不是。这2年我采购显示设备最多的就是三星和 LG， 电视呢我偏爱 LG， 显示器则青睐三星。我给大碉堡体验区买了不下10台三星面板的显示器，有支持双人分屏开黑的，有用水冷散热的。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当属 G90X F 这台裸眼 3D 显示器。一直没有做评测呢，是因为单眼设备拍不出双眼的 3D 效果。幸好现在 AI 强大了，我用 AI 还原了我肉眼看到的感受。虽然衣服被修的变形，但那种人物和背景完全剥离的立体感确实被表现了出来。G90靠的是精密光学元件、专用芯片和实时眼球追踪算法来投射 3D 效果。虽然拍不出 3D， 但大家应该能看出画面是随着我的头部运动的。不过这类设备前期投入大，注定价高，短期难以普及。但也看得出三星在显示研发上确实激进。作为带鱼屏爱好者，我认为像 G75这样用高性价比面板控制价格是好事，但高预算玩家追求的是极致。如果是 4K OLED 裸眼 3D 高刷带鱼屏，哪怕卖3万，也有一堆副歌闭眼冲。而主流玩家预算多在1到3千元，就算把 4K 带鱼压到6到7千，依然超出了承受范围。希望三星后续能够重视超宽屏这个板块，让不同预算的用户都能找到合适的选择。那么问题来了，屏幕前的各位在用什么比例的显示设备呢？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加关注哦。最后祝您身体健康，再见。